黄子梅从事资讯科技30多年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她需要长期值夜班，导致饮食不定，生活作息日夜颠倒。有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吃，连几口都没有时间吃，睡眠也受影响，半夜起来好像就是腹胀到起来了，就不舒服了。胃病发生很多时候是因为生活饮食习惯引起的，当然有些胃病是能够找出原因啊，比如说好像受到一点病毒或者细菌感染，有些药物有人会刺激那个肠胃，还有其他疾病啊，比如说溃疡啊，甚至是肿瘤啊，这些都会造成胃痛。胃在人体的左上腹肋骨以下的位置。胃病的初步症状主要是腹部疼痛，因此不少人常误以为肚子疼就是患上胃病。一般上，如果是胃痛的话，如果那个痛是来自于胃的部分的话，那个病人不单单只是胃痛，他可能会有点好像呕吐啊，还是好像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上部那个部分胃的部分可能会有点肿胀，然后有时可能会有点胃酸倒流啊。那么如果是肚痛的话，可能不一定是在胃的上方，可能是在肚子的中间或者下面，粪便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啊，可能会有点泻肚子之类啊，甚至有时可能会发烧啊，这是主要的区别。一般上，医生会开药治疗胃痛。如果持续1-2个星期，病情没有好转，并出现呕吐或便血的话，那很可能是胃出血，必须马上求医。或者开始有发烧的症状，剧烈的疼痛。如果更严重的话，比如说你开始有吐血啊，或者你的排便啊、粪便出现好像有血或者很黑的颜色，那就代表说你的肠胃已经开始出血了，那么就要赶快去看医生。年龄方面要注意，一般上中年老年人如果他们开始就是瘦掉了、体重下降啊，这个就有可能是好像肿瘤的一个预兆的。为了确诊病情，病人可做内窥镜检查。不过，如果检查没有结果，就意味着病情可能是其他因素或其他器官引起的。很多时候胃痛并不代表那个起源是在胃，因为你胃周围有很多其他器官，所以胃痛或者肚痛，尤其是肚子上方那个部位痛的话，有可能是代表其他的疾病，比如说肝或者那个胆，也是胆结石啊，尤其是那石头开始阻塞住那个胆管，就会造成疼痛。然后肝发炎也会，然后你那个胰腺胰脏如果发炎也是会，有时甚至肾脏啊、肾结石也会造成肚子疼痛啊。此外，抽烟喝酒也会刺激胃，产生过多的胃酸。食物方面也忌辛辣油炸。饮食方面尽量不要吃那些太过油腻的食物啊，炸的、煎炸的食物啊，还有那些辣的，还有那些酸性的食物。肠胃是人类的情绪器官，人的消化功能会随着情绪波动而出现情绪化的反应。有专家指出，久治不愈的胃痛很可能同心理因素有关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说很多时候胃病是因为压力造成的，所以有时可以考虑吃一些缓解压力的药啊。也是甚至忧郁症也会造成胃病，胃酸过多胃病。所以也是可以考虑吃一点好像抗忧郁的药。我们中医提倡3分治疗，7分调养啊。其实胃病它是一个长期的病类啊，如果说经常是一直靠着药物也是不行的哈。通常我们都会鼓励病人呢多吃一些有营养的、对胃比较好的食物。中医主张饮食清淡，避免吃辛辣食物来刺激肠胃。而且进食时也要细嚼慢咽，以避免对胃造成太多的负担。山药对健脾有一个很大的功效的那经常对胃不好的病人呢，经常吃山药，它会促进他的胃的保健。如果说一些脾胃虚寒的病人或者有胃病史的病人，我们是不建议他吃一些生冷的食物的。那比如说吃一些虾呀、螃蟹呀，或者生鱼片呐这些对他们的胃是不好的。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穴位来针灸的，促进一些胃部的循环。那么还有同时呢，也会提高他的免疫力和一个胃部的一些蠕动，或者说是保养。我们会按照他的胃经的循向来做调理，起码就是疏导他的胃，而使胃比较健康。
那么拔罐呢，通常是一个也去寒气、去湿气的一项治疗方法。那么通过去寒，它的脾胃很有所健康，或者调理的会更好。中西医都鼓励病人多运动，以增强身体的免疫系统和抵抗力。另外，在户外做运动更是对身体有益。其实这是接受阳光，也是一个说给身体吸取营养的一个机会啦。如果出现接受一些阳光，我们可以提供说肠胃的一些蠕动比较多一点。